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娱乐圈是个遍地帅哥的地方，各种类型的帅哥一应俱全，尤其是古装帅哥。但就有这么一波男明星，现代装帅气爆棚，换上古装却像变了一个人，一个不小心男神封号就崩塌了。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现代装帅炸天，古装却一言难尽的男星们。最先出场的是爱豆方阵。爱豆们现代装的颜值还是非常可以的，前期换人产生他古装一定也很帅吧的错觉，但在大批爱豆试水古装后才发现，古装确实是现代装帅哥翻车重灾区。比如氛围感拉满的木子阳，五官组合起来是黏系的，日常走扎苏路线，魅力挡都挡不住，可一旦换上古装，真的是全方位拉垮。精修图有点普通，生图更是灾难，这是挑错了造型。他所在组合的其他成员也搞过古装，比较精致的林超平时还是经得起怼脸拍的，现代装就是灵动的。虽说有粉丝觉得他很适合古装，但整体感觉就是比较普通，甚至还有点假。和龙哥一对比，全方位吊打。然而引起讨论的爱豆不止他俩，长腿男神毕雯珺化浓妆现代装的时候看着还是挺帅的，但中路透也不错。虽然当初偶练没有成团，但还是凭借颜值收获了不少女生的芳心。结果到了古装剧小女霓裳，真的就一言难尽。更典型的还是范丞丞，身为爱豆，他的颜值没得说，和秦岚搭档演姐弟味儿也挺对。这种不同风格的换装真的有被惊艳到，但他的古装确实也翻车的厉害。出演古装剧领域被不少网友嘲丑，造型没怎么修饰就算了，还把脸衬得尖的像个梭子。看完后无数人喊他回归舞台，不过剧组真的用心良苦，毕竟整部剧里并没有艳压他的男演员。话说回来，作为爱豆的范丞丞有发型修饰，颜值就会高很多。从左肩有你的路透来看，还是这种现代剧较适合他。也说说陈立农吧，现代装挺清爽，有种邻家少年的感觉，但看他的古装扮相 cos 李逍遥真的不敢恭维。出演赤狐书生还来了一波美黑，灰头土脸的样子让人几乎认不出来。跟陈立农一个组合的朱正廷最近也开始扎堆拍古装剧，待播的2部都是古装。从路透照片来看，他的古装扮相还是不错的，有种翩翩公子那感觉。最主要的是朱正廷古装的样子跟平时爱豆的样子相差并不大。目前他的古装造型还是挺受网友认可的，算是爱豆演古装的正面案例。不过2部剧都还没有播出，不排除有粉丝精修的可能，到底能不能扛得住，还得看播出后的样子。参加过《明日之子》的赵天宇，平时看着也是个元气小哥哥，被包装成一个颜值出色的爱豆不成问题。然而古装的他实在是太虐了，双眼充满了疲惫感。舞台上绝对亮眼的周帝，随便一个小动作就是心动狙击，可到了古装依旧是粉丝上头，路人无感的程度。包括靠大长腿圈粉的周柯宇，身材没得讲，戴上金丝边眼镜，人都给我帅没了。吃个饼也很帅，然而来一套古装造型是危险的信号。翻出他之前拍的纯古装造型，只有侧颜还算可以，希望他拍古装剧的人感觉期待可以稍微降低了。所以蔡徐坤一直专注舞台，不参演古装剧啥的，真就挺明智。当然啦，爱豆出演不适合自身的古装剧，这锅也不能完全让爱豆背，毕竟内娱舞台稀缺，想在娱乐圈混得好一些，出演古装小网剧也是很多爱豆最直接的选择。况且古装美男也是内娱公认的稀缺资源哎，帅哥职业演员尚且 hold 不住，像胡一天，校园剧里清爽帅气，可是在古装剧里，整个脸显得丝毫没有了辨识度不说，额头也感觉有些太宽了，束发没有提高他的颜值，反倒暴露了他脸长的缺憾。因出演现代小甜剧出名的林一也存在这样的问题，现代剧确实比较清爽，但古装就没有了往日的清爽不说，反倒莫名油腻。迷倒一大波粉丝的李现，最近又因新作《古董局中局中》金丝眼镜加大衣的造型被评帅出新高度。之前的大热剧集《亲爱的热爱的》，他饰演韩商言，不是鹰眼型帅哥，但越看越养眼。换上一头脏辫的小河神造型，气场马上就出来了，能 hold 住各种风格的造型。花衬衫在身，依然又 man 又时尚。然而一到了古装剧，比如《剑王朝》里的丁宁，怎么看起来有点憨憨的呢？赤狐书生里的白13也有点普通了，还是赶紧换上挺阔的西装吧。也许你会说，李现他们本来也不算标准帅哥，那么曾被同公司的徐凯夸赞大帅哥宋威龙呢？他五官深邃立体，身材高大，宛如混血模特。
当年于正千挑万选，力推上述新人的他，出演讨论度爆表的大 IP《凤求凰》，担当男主荣止一角。原以为宋威龙会凭借此剧一炮而红，没想到成了个哑炮。当然，一部剧不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不仅仅是演员的问题。但宋威龙不适合古装却是真的，他的五官过于现代，一旦换上古装，不仅没有加成，反而互相冲突。加之当时宋威龙出道不久，演技有显青涩，风华绝代的美男成为了呆滞的面瘫，魅力自然大打折扣。可总有人不信邪，于是宋威龙与何居静一合作了一部古偶剧《漂亮书生》，依然没有什么水花。直到他摇身一变，成为下一站是幸福中的小狼狗，出演年下恋人袁宋一角，才打开了新局面。后来在《以家人之名》中，宋威龙饰演的凌霄，清爽的白衣帅哥造型也帅翻不少人。放弃不合适的古偶，多拍一些现代剧，这才是宋大帅哥提升事业线的王道啊！金瀚也是被吐槽不适合古装的男星之一，都说演古偶吸粉，有网友统计，金瀚演了军90之后，反倒掉了2万粉啊！这看来大家都是诚实的颜狗无疑了。朱亚文是帅气与气质并存，现代中的他魅力满分，但换上古装完全就是灾难。他的古装再现多为束发，梳得溜光的头发把后移的发际线暴露无遗，大额头也展露出来了。这造型显得整个人都老了10岁，一股子沧桑感。在《大明风华》中，朱亚文的造型虽然算不上特别丑，但相比现代装还是有差距的。一直被称为师奶杀手的靳东，西装革履时自带禁欲气质，五官端正，一看就很可靠，所以只要是靳东主演的电视剧，收视率都很高。但是穿着西装帅到人腿软的靳东，换上古装却是十分辣眼的存在。《琅琊榜》里的古装扮相看着秒胖20斤，现代装的靳东不是很瘦吗？更可怕的是他的造型，虽然手上拿着折扇，但是却一点不显风流，反而有点强行耍帅的感觉，还是现代装比较养眼。台偶男神周渝民，他精致的五官和自身的气质都无可挑剔。当年他在《流星花园》中饰演花子类一角，吸粉无数。就算如今周渝民已经40岁，但近照依旧帅气，眼神清澈，五官精致，丝毫没有老态。可是，一到古装造型，周渝民的帅气就大打折扣了，整个人显得浮肿又油腻。不过，这个古装造型也有造型师的锅，这种贴头皮还极度紧绷的发型，把脸上的五官都放大了，真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。不过，老实说 ，F4 4个人穿上古装都不怎么好看。不信，请参考吴建豪在《锦绣未央》里扮演的踏拔云。杨佑宁被炮轰的火力可比吴建豪猛烈多了，谁让他在《上阳赋》中出演的角色是剧中第一美男呢？还用了传统的大背头，完全把五官短板全部暴露了。这编剧是和他有仇吧？明明在现代装中是个型男，都挺好中的餐馆老板，寸头 T 恤加长的装束，简约又干净。流金岁月里的王永正又痞又帅，但一到古装剧里就变得油腻又普通了。奉劝帅哥，古装剧一点慎选啊！即便要选，也一定要把关好造型。其实古装翻车的不止以上明星，还有很多演员的古装造型都被超过。比如孙红雷早年在《战国》里的造型，自己都吐槽是此生的奇耻大辱。还有同样被长脸限制的李治廷、赵月廷、卜八甲。不过有古装造型拉垮的，自然也有古装造型绝美的，比如陈毅，再比如任嘉伦，还有朱一龙。当然，古早时期的古装美男子更是多了去了。曾经被称为天涯4美之一的严屹宽，绝对是古装造型的天花板，还被称为古装第一美男。严屹宽的眼、鼻、唇都很优越，下颌线明显，作为建模脸真不是盖的。还有天涯4美之一的乔振宇，古装也堪称一绝。他的古装就印证了那句话：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古天乐虽然造型也很朴素，但就是很清爽干净啊。还有江恩俊、张智尧，简直就是古装美男子的颜值天花板啊！什么时候看都帅气无比。至于现代装、古装都可以 hold 得住的人，自然也有的，比如肖战，比如龚俊，再比如杨洋。所以啊，无论爱豆还是演员，出演古装剧的时候，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优势和短板。既然古装造型不太可，换一种就行了，何必一定要和自己过不去呢？隔壁的现代剧它不香吗？当然，已古已今的男星们就不要纠结的上吧。真心期待帅哥们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，让我们也跟着养眼一把。想不想看那些现代装很美，古装却一言难尽的女明星呢？想的话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，点赞过200就给大家安排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好关注，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